未来一定会是个自动驾驶的时代，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充满竞争。特斯拉全军冲塔，宝马高地驻守。如果你选择相信，你就更容易看见，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Level 2级自动驾驶，车辆自动化与驾驶员的高度配合，是实现 L4 及 L5级自动驾驶的必经之路。本期视频呢不会提到 L2+、L2.5、L2.9 以及 L3， 那些都是莫须有的分级。我们带大家掰开揉碎，看到辅助驾驶的本质。我们的测试项目呢以控制变量为标准，结果呈现以实测数据为依据。你会看到的评测项目为过弯能力、拥堵性能、自动变道能力、特殊场景稳定性、自动泊车以及 AEB 主动刹车能力。位于上海中心，横跨浦东、浦西的南浦大桥，有一段典型的大曲率回形弯。直到进弯的那一瞬间，对于强调车道居中的 L2级辅助驾驶有着非常大的挑战。那他们的辅助驾驶能通过吗？多快通过？请把你们心中的排名在弹幕中告诉我。不出我们意料啊，特斯拉的自动辅助驾驶简直是弯道王者，在弯中呢稳如老狗，60公里的速度轻松通过 ，Autopilot 没有丝毫要退出的异样。那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呢，测试员小马在其中的一次测试中操作失误，因而把速度设到了69公里每小时，而 Model 3依然稳在弯中不退。排名第2的呢是理想 ONE，60公里的速度下虽然呢不够稳定，一次通过了，一次没有通过。哇，理想 ONE 成功了！但是呢，它在50公里的速度下就非常稳健的在弯中不偏不倚完成了全程。在 ES6 和宝马 X5 50公里的速度没有通过后，我们把测试速度降到了45公里每小时。宝马 X5 顺利通过，没有想到的是 ES6 居然还是在入弯点退出了，这是在我们预期之外的。在测试中呢，我们团队甚至怀疑这是测试员昌浩的锅，操作失误导致的过弯失败。于是呢，我再次上车交叉验证。凌晨4点的南浦大桥4:08，我们现在车还 standby 在那边，但还要测最后的一次，因为 ES6 45试了3次还是没过，所以现在再试一下，它40应该是没有问题。我赌40他也过不了。过分了啊！昌浩本来是要买一次，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我每一次就45，他都是出入弯的时候就冲出去了。我出去了，45他出去了。哎，未来 ES6 的 Neo Pilot 的确没法在4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通过南浦大桥的入弯点。在实测中发现 ，NP 的执行逻辑非常的保守，容易自动退出，让驾驶员接管。最终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终于通过了南浦大桥湾，这实在是一个凑合的成绩，入弯能力有待改善。一早上在 copy 素材，香啊！像不像一个我们要去击杀某国总统的一个犯罪组织？我们在这里提供后方数据支持。拥堵性能的测试呢，分为了4个项目：最低开启速度、最长启停时间、刹停相隔距离、跟车响应速度。这些性能的成绩代表了一台车在拥堵环境辅助驾驶中是否方便使用，以及不容易被加塞。经我们实测验证呢 ，Model 3、X5、ES6 在前方有车的情况下都可以直接在0的速度开启。但理想 ONE 的标定是，无论有无前车，都以车道线清晰为开启标准，且在15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速度才可开启。我的脚真稳，就一直在15，所以就是15，12、13肯定不行。虽然在堵车堵死的情况下没法开启，但是呢，要在堵车中找到15公里每小时的开启时机还是比较容易的。最长启停时间指的是车辆跟停后可恢复自动辅助驾驶的时间限制。例如 X5 标定的时间呢是3秒，ES6 标定的时间呢是5秒。
那样就代表了几乎每次堵车刹停时都需要驾驶员再次介入踩油门才可以恢复辅助驾驶，整个堵车的过程中呢，连续性就比较差。理想ONE的90秒和特斯拉的290秒都对堵车呢会比较友好，不需要驾驶员在堵车环境反复的激活系统。刹停相隔距离以及刹停后的跟车响应速度，直接影响了堵车时候是否容易被加塞。不太出乎我意料的是Model 3的确是这4台车中刹停距离最远的。美国工程师果然是不懂中国的路况，实测呢大约是5.05米，妥妥的被加塞。那宝马 X5 呢和蔚来 ES6在距离的标定上都比较优秀，3.3米，已经非常接近人类的水平了。理想ONE呢则稍微远一些，3.85米。而刹停后的跟车响应速度呢，则是理想ONE最快，1.11秒。Model 3是1.18秒，宝马 X5 1.22秒，蔚来 ES6呢相对比较迟缓，需要2.01秒。自动辅助变道并不是 L2级辅助驾驶的必备功能，但却直接影响了辅助驾驶的行车体验。带有打转向灯、自动变道功能的车，可以在车辆自动行驶中提供更好的连续性。我们的4台测试车中呢，宝马 X5 首先退出了比赛，因为宝马还没有开放自动变道的功能。打转向灯后，驾驶员需要人工完成变道，车辆在自动识别车道线，恢复辅助驾驶。另外3台车呢，虽然都具备了打灯变道的功能，但是在使用体验上也各有差异。首先，特斯拉是变道执行速度最快的，驾驶员发出指令后，仅6.2秒即变道完成。理想ONE呢与 ES6相差无几，7.01秒和7.06秒。3台车在变道时都可以对侧后方约1个车位距离的车辆进行识别。这里呢，大家通常的误区是，理想ONE呢由于没有侧后方的毫米波雷达，所以打灯变道是不经过系统判断的，直接执行。那其实呢，经我们实测并不是，这3台车周深3到5米的探测都是由12个超声波雷达来完成的。虽然 Model 3的侧后摄像头以及 ES6的侧后方毫米波雷达理论上可以探测到更远的距离，比如说侧后方的快速来车，但在 L2的阶段，打灯变道不看后视镜都是不可取的行为。在执行打灯变道时，如果理想ONE监测侧后方有车或者是实线，这样不适合变道的情况，则变道指令结束。而 Model 3和 ES6则会将指令待命一段时间，侧后方车辆驶离或者说路况允许后，再次执行指令。3台车中呢，只有 Model 3可以对虚实线进行识别，并且完成变道。理想ONE和蔚来 ES6都会将虚实线识别为实线，不进行变道。最有意思的呢，是我下面要告诉大家的，理想ONE的自动变道最低允许速度是45公里每小时，蔚来 ES6呢是50公里每小时，都还算合理。那 Model 3的最低速度是多少？你们知道吗？请弹幕大声告诉我，我会在片尾为你们揭晓。特殊场景往往会对辅助驾驶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最常见的呢就是雨露的情况，雨水会让车辆的摄像头视觉受限，那地面的积水呢会造成反光，影响车道线的识别。哪怕是人类在驾驶雨露的时候，都是要格外注意安全，集中精力的。我们当天的测试呢是一场中雨，蔚来 ES6的表现是最敏感的。只要与前车稍微近一些，前挡上看到一些溅起的水花 ，ES6 就会自动退出。因为当天的雨量呢其实并不算大，而且其他3台车都还比较稳定，所以呢我对蔚来 ES6的表现是比较意外的。我甚至又怀疑这是测试员昌浩的锅。完了，退了，已经摄像头视野受限，我冲出去了，我吓死我了。来变得到了。我为什么不变呢？又退了，吓死我了。Pilot 退出，听见了吗？我申请一会儿我们换一换车。好吧，那就换一换车。哎，我开这 ES6 还行啊。吹得太早了啊！那 ES6 必须一定会退，他要不退的话，我回去立马请大家喝瑞幸，马上就退了，我直接退了我。36之内不退我就吃屎。退了，请大家以后给予我多一点信任。退了，我
退了。哎呀，又退了。这波还行，现在就还好。他学习了，我又受限了。有个申请，组织上能不能不把我刚黑 ES6那段给我就是弄出去啊？我有点担心我的这个人身安全。宝马 X5、理想 ONE、特斯拉 Model 3基本都在这场中雨中表现良好，全程没有出现过退出的现象。而 ES6呢，则对雨水的宽容度比较低，它的决策比较保守，需要驾驶员频繁的介入。在我们的日常驾驶中呢，还会碰到一类情况，就是1变2的车道。这对于识别车道线循迹的辅助驾驶而言也是一项挑战。我们这次测试的4台车呢，都优化的比较好。我们分别测试了跟车的循迹和非跟车的循迹。那4台车呢，都顺利通过了测试，并且稳稳的找到了车道的分支。无车道线的红绿灯路口这虽然不是在 L2 的范畴，但是中长距离的无车道跟车循迹，也是要实现城市自动驾驶的必备条件。从我们测试结果呢，可以看出各家的策略是不同的。特斯拉 Model 3猛士过路，勇者无畏。无论前方跟车或者不跟车的情况，特斯拉呢都能稳稳的对上对面的车道。理想 ONE 路口白旗挡，放弃抵抗，无论前方是否跟车，在失去车道线后呢，都会直接警报，提醒驾驶员接管。蔚来 ES6 和宝马 X5 呢就属于一类的，它们齐头并进，奋勇向前，在前方无车的情况下，都会在路口提示接转方向盘，车辆呢保持车速。在前方有车的情况下呢，可以默默地跟随前车找回车道。所以出乎意料的是，在路口的场景中，宝马相对激进，理想的却反而保守。蔚来和特斯拉都在我们相对应的预期之中。自动泊车呢，其实是国内非常重要的使用场景。我们对自动泊车的要求是，起码比科目2的新手司机要停得快、停得准。那快和准呢，就成了我们的计量标准。在这场测试中我们严格控制了车位的长与宽，这对理想 ONE、宝马 X5、蔚来 ES6 都相对比较公平的。那 Model 3呢，尺寸就相对比较小，就占了点便宜。但从我们实测结果看出，也没有占太多的便宜。宝马 X5在倒车入库的反应中，比人类的驾驶员还快。每次借方向呢，基本上可以一把借到底。倒车的速度呢也非常快，坐在里面呢可能会觉得有点慌，但从外面来看，确实是非常牛逼。而且停完之后，它离后方的距离也是控制的最好的。最终呢 ，X5以38秒的惊人速度，最快完成了倒车入库。蔚来 ES6 48秒，特斯拉 Model 3 49秒，理想 ONE 呢则以59秒垫底。这一环节中，4台车的表现都还不错，可以轻松识别，而且一次完成。让我们团队最心碎的其实是后面的侧方停车，足足让我们的饭点从2点钟延期到了4点。侧方停车，我们划了一块6米长、2.5米宽的车位，这对于5米长的中大型 SUV 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了。就人类驾驶来讲的话，一把进不去，甚至说能力根本就停不进去，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 X5 呢，依然技术超群38秒完成了任务，且它侧面的距离只有20厘米。理想 ONE 呢，相对稳扎稳打，用了62秒，侧方的距离是32米。占据长度优势的 Model 3耗时49秒，侧面的距离呢是37米。我们没有想到蔚来 ES6 我们试了18次，把车位的长度呢从6米提到了6.2米、6.4米、6.6米，最后6.8米才识别到了车位。哎，来了 ，come on， 泊车就交给我吧。交给你了，交给你了。接管车辆，泊车已终止。 What the fuck？ 请接管车辆。不行。每次调整到一个长度后，我们都为了防止是人为的问题，反复尝试3次以上，但依然识别不到车位。那6.8米呢，终于成功识别之后，整个团队居然都有一些感动。哎，来了。终于，其实大家都饿了。 50，哎呀，我的乖！这都可以睡觉了吧？我的乖！最终呢，蔚来 ES6以53秒的时间完成，但它的侧面距离也是最宽的，留了50厘米。所以蔚来的侧方停车功能还有待改善。X5的经验泊车成绩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对象。那理想 ONE呢，中规中矩的，还比较稳定。
老美地广人稀，特斯拉对自动泊车显然不够重视。Autopilot 呢，这2年其实进步的非常多了，但却依然没有优化泊车。这个环节呢，我们没有赶上宝马 X5 的档期，所以就完成了理想 ONE、蔚来 ES6 以及特斯拉 Model 3的 AEB 测试。测试呢，分别为前车静止、动态跟车、行人横穿以及鬼探头。在前方有静止前车的情况呢，特斯拉的表现是最好的，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啊，直接刹停。那蔚来 ES6 和理想 ONE 呢，在60的速度下都会进行减速，但还是会撞上。那理想 ONE 呢，在50的速度下可以完全刹停，而 ES6 我们在实测中，它几乎刹停之后却又释放了动力，所以低速的撞到了前车。那我们把速度呢又降到了40公里每小时，这时候呢 ES6 可以彻底刹停。动态跟车的情况呢，其实是给刹停留了更长的反应时间，所以3台车呢全都在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就通过了。令人感到最吊诡的呢是行人碰撞测试，特斯拉 Model 3啊，4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直面行人横穿，居然没有一点点减速的意思，直接撞了上去。30公里的速度呢，邂逅鬼探头，稳扎稳打的撞，直接退出比赛。也许特斯拉是识别这是假人。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蔚来 ES6 呢和理想 ONE 都可以在60的时速下自动减速避让行人。相对来说呢，理想 ONE 的减速啊会更加彻底一些。ES6 在减速后啊，它会再起速，而且速度稍微有点快。那降速到50的时速的时候呢 ，ES6 就明显稳定得多。那蔚来 ES6 呢和理想 ONE 也都可以在50的时速下顺利完成鬼探头的测试啊，现场的表现非常的好，顺利刹停。是落成。你终于可以好好睡觉。Jenny Nice， 你觉得如何？人很好啊，就升华了整个人啊。这种事情都做得好，其他的事情好像有什么难度。在那天的测试结束后呢，我喝了一杯快乐肥宅水，陷入了我的思考。多车的横屏测试，劳民伤财，充满挑战。视频呈现出来呢，一定是硬核且枯燥的。这些我提前都预想到了，所以呢，在最早立项的时候，我的内心呢其实是抗拒的。直到最近几天啊，视频将完成的时候，几乎每位参与测试的伙伴都对我疯狂催更，我才慢慢想明白，我们持续的热情其实是源于我们在测试中不断地打破了我们的固有认知。我们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往往结果并不是那样的。我们因为热爱站在那里，恪守对一手信息的严肃要求，通过实测来建立汽车智能化的认知。我想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距离真实更近，也让你们看到更近的真实。感谢你们选择了相信，所以你看见了。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看到这里的你们。那如果看到这里的话，我相信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这部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转发、点赞、关注我们。感谢本期收看，拜拜。对了，还有一件事。1公里开始。哇，真的行！我到，我操，这得变多长时间？这个就是超级慢动作，慢动作回放10秒钟后，史上最慢的变道。我感觉有变道，一码归一码。半分钟后，哦，他要往回掰了，但是他还在变道执行中。对，现在还在执行，看看他有没有成功率。再回去，会正了，然后再往右，哇，细节，细腻有没有？1分钟后，哎，他在这过程中也没有提醒你要握方向盘吗？没有啊，因为那就是说低速的时候，他时间凝住了之后，他就反而就是所有的就时间凝住了，方向盘也凝固了。我操！
走路其实都能很难控制在1的速度。啊，它已经结束了这个转向灯，它现在是对，因为轮子过了，过线之后它就等于转向灯消掉，这个也是放慢了之后才知道的细节。一般我们在常规速度打灯变道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的。然后回正，它在慢慢回正。你看这个方向盘这个动的速度，整个变道用了多长时间？长航？3分10几秒。啊，1码变道，变一个道需要3分多钟。碰到一个快遛弯的大爷，遛弯的大爷也出现在了我们地图上。我们飙车输了，结果我们输给了他。遛弯大爷，哇，今天下雨没带狗。迷之控诉啊！哎呀，先睡一觉啊！哎呀。